這台酷派克6號 Ultra 是一台整體完成度非常高的小體積高端3口充電器，它不是只會跑分的百瓦頭，而是一台真正把手機快充生態、顯示交互和多口體驗都做明白的產品。優點很硬，整體表現確實是很強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今天我們測試的這款產品就是你們一直催更的酷派克6號 Ultra 充電器。這台充電器最近討論度不低啊，屏顯、百瓦、多口分配這些賣點，聽上去確實唬人。但在我們這裡，參數寫的再漂亮，宣傳做的再熱鬧，都先得過實測這一關。協議兼容做得怎麼樣？單口功率能不能站住？多口同時輸出會不會掉鏈子？溫度和效率到底是什麼水平？咱們一項一項實打實測給大家看。测為了解，猜為真相。我們現在就開始。先來看產品的包裝盒，酷派克6號超級電能充 Ultra， 藍色的酷派克經典標識 ，TFT 萬向屏100瓦，小巧便攜，賣點寫得很清楚啊。充電器的實拍圖片，背面是規格信息、充電場景圖片。還是一樣的，內部有一個卡紙盒子，充電器本體編織數據線一根，產品的使用手冊一本，拿出充電器本體。這個標籤是放心充模式的一個提示標籤，屏幕上面有一張膜，充電器本體是鈦灰配色，加上金屬鍍鉻名牌，經典藍色線條裝飾，機身正面一個很醒目的6隻羊，下方黑色區域做了凹凸紋理，拿在手裡拔插的時候，手感和辨識度都會更好一些。折疊插腳為新國標安全設計，另外一側用英文標明100瓦氮化鎵的字樣。接口部分2C1A 3口布局，這塊亮面 TFT 萬向屏。配合觸控按鍵，可以切換總功率、分口功率、放心充開關、C2 和 A 口共用開關、屏幕常亮開關這些顯示界面。充電器連線在一起重量194克，單線材27克，單充電頭166克。充電器高度64毫米，連插腳高度80毫米，充電器厚度36毫米，寬度為47毫米。老規矩啊，我們先來看規格信息。酷派克6號超級電能充 Ultra 型號 AD653U， 輸入規格它有兩種交流電下它的功率是不一樣的。100伏的時候 C1、C2 口最高功率是65瓦，220伏的时候 C1、C2 口功率最高可以到100瓦。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，我們後面再測試。南京酷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SN 碼信息和認證信息，室內使用雙路絕缘，循環10年，3C 認證，非熱带地區使用，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。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酷派克的充電器，它的協議都是很精簡的，這個充電器也不例外啊。有融合快充60瓦的快充協議 ，QC 3.0 高通的快充協議 ，PD 3.0 65瓦，小米100瓦 ，PD 3.0 點進去固定檔位5個，最高20伏，3.25安，65瓦。PPS 有2個檔位，一個6.1安，一個5安，這個配置是很不錯的。DCP 和 Apple 2.4 2個基礎協議。這個是 C2 口的快充協議，這個充電口沒有了融合快充和高通 QC 3.0， 有的只是 PD 3.0 65瓦和 DCP 基礎協議。PD 3.0 點進去，內部的配置跟 C1 口是一模一樣的。這個是 A 口的快充協議支持的情況，這個充電口融合快充變成了33瓦 ，QC 3.0 高通的快充協議，還有一個 DCP 基礎協議。關於這個充電器的兼容性，我們先從華為手機開始啊，小米的兼容性不用說的，我們後面直接來採集米家的充電數據就可以了。C1 口啟動的是單閃的充電標識 ，C2 口也是單閃電的充電標識，就證明 SCP 協議在 C 口是被屏蔽的。我們用這個榮耀手機來驗證一下 C1 和 C2 口的 PPS 快充。C1 口直接啟動 PPS 100瓦的快充，峰值功率可以跑到70瓦左右。C2 口同樣是100瓦的超級快充，這2個充電口都是100瓦的 PPS 啊。我們用這個 iQOO 來看一下藍廠的100瓦 PPS， 快充標識已經開啟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功率已經跑到80多瓦，這個就是100瓦的 PPS 啊。Type-C 2口同樣是啟動了100瓦的 PPS， 功率跟 Type-C 1口也是差不多的89瓦了。我們再來看一下綠廠的融合快充和 PPS。Type-C 1口啟動超級閃充，這個是啟動的融合快充啊，起始功率是25.6瓦。Type-C 2口同樣的超級閃充開啟，這個充電口就是走的 PPS 快充，起始功率同樣可以跑到25.6瓦。A 口不用說啊，同樣是可以啟動融合快充的。還是老規矩，3C 設備我們只看能不能啟動快充 2.0。Type-C 1口啟動快充 2.0，Type-C 2口同樣啟動快充 2.0。
一個充電器光看兼容性是不能代表什麼的，重要的是在能兼容的情況下，能不能把充電曲線跑完整、跑規矩。我們現在來採集它的實際充電曲線啊。首先從榮耀手機開始，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是3%，我們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榮耀手機充電已完成啊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 ，PPS 100瓦標準充電曲線跑出來了，最高峰值功率87瓦，然后降到67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續了3分鐘；61瓦的功率持續1分鐘；52瓦的功率持續了2分鐘，然後調整功率。後面是42瓦的功率，持續了4分鐘時間；37瓦左右的功率啊，一直在充電，充到90%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整個充電過程耗時36分鐘時間，充電速度非常快啊。我們來看一下充電器的溫度。給這個手機充電，殼體最高溫度是在52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，我們室內溫度22度左右。我們用這一部小米 K80 至尊版來採集小米私有協議100瓦的充電效果啊。目前這個手機電量是2%，我們開始充電。這部紅米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同樣的，這一個充電曲線圖也是走標準了。55瓦的高功率平台一共持續了8分鐘時間，後面32分鐘，平均功率大約是在38瓦左右。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部手機從2%充到100%，一共花了52分鐘。這台手機的電池容量是7300毫安。給這個紅米手機充電的時候，充電器殼體溫度最高是47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，咱們室內溫度21度左右。剛才測試的2部手機都是100瓦級的手機快充，我們現在要測的就是中功率段的手機快充的充電效果。首先，我們用這部綠廠的 iQOO Z4X 來測試33瓦的融合快充。目前這個手機電量是2%，我們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藍廠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前面25.6瓦的功率一共持續了13分鐘，後面50分鐘啊，功率是在21瓦左右，一直在充電。充到95%的時候，功率降到9瓦。直到手機把電充滿。這個手機從2%的電充到100的電，一共花了1個半小時，20多瓦的功率也算是正常的吧。給這個藍廠手機充電，充電器殼體溫度在45攝氏度左右。測試的時候，我們室內溫度22攝氏度。我們現在就是來看給蘋果手機充電的效果了啊。目前这個手機是沒有電的狀態，我們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蘋果手機已經充過了80個電了啊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手機充開機以後，最高的峰值功率飆到35瓦。第一階段27.8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續了13分鐘時間。第二階段21瓦，持續了8分鐘。第三階段15瓦，持續7分鐘。第四階段9瓦的功率，持續了5分鐘時間。這個手機從0到80，一共充電耗時54分鐘，充電時間也是標準的。給蘋果手機充電，這個充電器殼體溫度在46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，咱們室內的溫度還是22度左右。這個酷派克6號 Ultra， 它的規格寫得很清楚啊，65瓦的固定功率，它的動態功率最高可以到100瓦。我們用應付載就最高只能拉到20伏3.9安，也就是78瓦，接近80瓦的功率。現在這個儀表顯示的是76瓦，因為這個線材有壓降，很正常的啊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，儀表採到的功率是76瓦的真實功率，一直持續輸出了2個多小時，到現在還在輸出啊。採集線的溫度拉平了就可以停了。殼體溫度最高溫度穩定在71攝氏度。這個時候我們用熱像儀來驗證一下溫度啊。採集線附近71.5攝氏度，另外一面的溫度72.8攝氏度，充電口附近的溫度為88攝氏度。到現在還沒有停，還可以持續輸出啊。這就是超頻能力，所以這個充電器可以支持手機的100瓦、120瓦的私有協議。像這種輸出能力的話，確實是非常強悍的。我們現在打開這個充電器的安心充模式，來採集一個蘋果16 Plus 的充電曲線。在這個情況下，連接上手機，它就會顯示一個蘋果的 logo。手機充開機以後，就會有電量顯示、手機型號顯示和充電功率顯示。這個時候的功率的話，最高被限制在20瓦的功率。我們看這個曲線會跑成什麼樣子啊？兄弟們，現在這個電已經充到95%了啊，我們看0到80的曲線就可以了。這個放心充模式還真不是擺設啊，0到80這一段它就開始動刀了。蘋果標準充電曲線思路很直覺，前段先猛充，把功率盡量拉高。但這個6號 Ultra 開了放心充以後，同樣是高壓快充，它先把前段的電流降下來了，所以0到80這段明顯不是拼速度啊，而是主動把充電節奏放緩，換取更低的發熱和更溫和的電池壓力。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多口功率分配啊，這個 C2 口和 A 口它有2種模式，共享5伏模式關閉的狀態下 ，C2 口我們先啟動65瓦功率，這個時候我們接上 A 口。沒有斷連，功率的話迅速調整到45瓦，這邊就是走到12伏的檔位，20瓦，2個總功率就是65瓦。如果打開的話，
2個都是5伏的基礎功率輸出啊，也就是說這樣的話可以應付2個小電流的設備，比如藍牙耳機還有手錶。這個測試說明它的 C2 和 A 口的設置它要更高級一些。我們再來看3個充電口同時使用的情況啊。我們先啟动 C1 口的65瓦功率，這個時候我們接上 C2 口，沒有斷連，功率迅速調整到45瓦。這邊的功率的話就是走到20瓦。這個時候我們再接上 A 口。A 口和 C2 口立馬斷連，變成了5伏的基礎功率。也就是說，設置裡面這個5伏共用的這個開關，應付3個充電口同時使用的話，它是不起作用的。我們再來看一下2部手机同時使用，再加一個耳機，它是什麼樣的情況啊？我們先接上 C1 口，啟動 PPS 快充，在功率最高的時候，我們再接上 C2 口，沒有斷連，但是功率調整了一下。C2 口這邊啟動67瓦的小米私有協議，證明2部手機使用它也是不會斷連的啊。小米這邊功率已經走到40多瓦了，它是優先滿足米家的私有協議啊。我們再接上一部耳機，接上的瞬間斷連了一下，但是功率它還是重新調整回到米家的私有協議啊，現在走到41瓦了。它為了優先保證手機私有協議，C1 口和 A 口竟然也可以同時開啟5伏的基礎功率啊。我們現在就是來測試這個6號 Ultra 充電器的專業數據啊，它的轉換效率的情況。咱們的視頻是分了很詳細的章節，大家想看哪個章節可以自己選擇觀看啊。這個測試過程很枯燥。首先我們測試110伏60赫茲的狀態啊，這個充電器屏幕亮起的時候，經過10多分鐘測試，它的待機功耗為 0.38 瓦，屏幕熄滅的时候為 0.17 瓦，這個待機功耗做得很不錯。1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18.6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4.6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78%。27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31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6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4%。36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41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35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8%。4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51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6%。6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73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64.3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也是 88%。這裡110伏能拉出65瓦，但是在110伏電壓下，這個充電器是不具備超頻能力的啊，大家要注意。現在是220伏50赫茲的狀態啊，經過10多分鐘測試，它的屏幕亮起的時候，待機功耗為 0.46 瓦。當屏幕熄滅以後，待機功耗為 0.23 瓦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 18.7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4.8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79%。27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31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6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為 84%。36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40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35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為 87%。4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51.2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7%。6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72.2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64.3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大家記住啊，這個充電器的100瓦是應付手機的動態調壓，可以超頻出來的，我們這種應付載是拉不出來的啊。現在就是最後一項測試啊，這是各位老鐵們最關心的文波。首先我們測試 Type-C 一口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 29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5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0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8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22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19.7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42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37.6 毫伏左右。6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30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9 毫伏左右。应付載超頻到接近80瓦的功率，這個時候文波 31.96， 也就是32毫伏，平均文波 27.5 毫伏左右，非常不錯啊。我們現在測試 Type-C 2口文波，15瓦功率的時候，文波最高 26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22.4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28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24.5 毫伏左右。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26毫伏，平均文波 21.8 毫伏左右。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7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31.8 毫伏左右。6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4毫伏，平均文波 28.9 毫伏左右。同樣的把這個充電口超頻到接近80瓦的功率，這個時候文波最高的時候 43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37.5 毫伏左右，這個表現也是非常不錯的。我們現在來測試 A 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的時候，文波最高 29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27.1 毫伏左右。9伏檔位18瓦功率
溫波最高32.7毫伏，平均溫波28.4毫伏左右，12伏檔位，18瓦功率，溫波最高是27.2毫伏，平均溫波22.1毫伏左右。兄弟們，這個溫波它沒有讓大家失望啊，它的平均溫波和最高溫波差值都是在個位數，非常厲害，而且整體全部控制在50毫伏以內，非常的極品。兄弟們，這台酷派克6號 Ultra 的水平實測數據本身就很有說服力啊！它是把兼容性、充電策略、輸出品質和多口體驗整體都做到了比較高的完成度。先說最核心的一點，手機快充兼容性確實是做通了。小米120瓦私有，公版33至100瓦 PPS， 再加上可有可無的融合快充，這台機器基本把現在主流手機生態都摸得非常明白了。實際紅米這邊大電池機型還能把高功率平台穩住，榮耀100瓦 PPS 峰值也能衝上去，而且兩個曲線都是標準的。蘋果這邊又是很規整的4階段充電曲線，說明它不是只會偏科某一家，而是真的把主流手機的快充邏輯都研究過了。融合快充的充電咱們就不評論了啊，這是可有可無的遺憾。第二點，它不是單純的堆功率，充電策略是成熟的，尤其這個放心充模式。實測蘋果充電，它會主動把前段功率壓下來，讓充電節奏更加溫和。而且它最厲害的地方還不只是慢充保養這一層，連線纜的信息、手機型號、電池電量都給你直接顯示在屏幕上面。這就是把原本看不見的充電過程直接可視化了，這一點是真的非常強的賣點。第三點就是它的輸出品質很漂亮，超频接近80瓦的硬負載，連續2個小時不斷檔，說明它的功率平台是站得住的。轉換效率在110和220伏下都比較規矩。更關鍵的是，充電口的溫波控制整體最高不超過50毫伏的極品溫波，而且平均溫波和最高溫波之間的差值非常小。這種表現不只是能充，而是充得穩，充得乾淨。多口表現也非常有驚喜，雙口不斷連 ，C2 和 A 口還能額外開啟5伏基礎功率，手插設備還能優先走快充，這個就很實用了。因為很多3口充電器一旦插上第2台設備，立馬就全員掉功率啊。而這台機器在多口策略上明顯是認真的調過的，所以最後我的評價是，這台酷派克6號 Ultra 是一台整體完成度非常高的小體積高端3口充電器。它不是只會跑分的100瓦頭，而是一台真正把手機快充生態、顯示交互和多口體驗都做明白的產品。優點很硬，整體表現確實是很強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正在客觀輸出。我是烈火車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